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万众瞩目的 Uniqlo C 2025春夏系列呢，终于上新了。这个系列呢，依然是由英国设计师 Claire Keller 带领，在他比较擅长的优雅风格中呢，融入了一点点运动风，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种穿搭的风格。那我第一时间就冲去店里面买了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片。老规矩啊，所有能购买的单品链接呢，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摸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首先第一件呢，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一件衬衫式连衣裙，看上去呢好像平平无奇哦，其实呢它是一件非常能够改变造型、很百搭的一个单品。比如说呢，就可以像我这样单穿啊，经典的衬衣领下摆呢是圆弧形的，而且两侧有开叉，所以显得更灵动，而且走起路来呢也会显腿长。七分袖设计，露出手腕，很显瘦。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肩章，这样的设计呢，可以增加一点点帅气感。就这样单穿，搭配我最近一直在背的这个 Dragon Diffusion 的包包，直接就可以穿着去通勤了，知性优雅又很大气。因为肩章的设计呢，这件衣服还能够作为风衣外套穿。内搭一件白色的背心，下面呢则是刚刚开箱过的这个 Uniqlo 弯刀裤，白色的这一条，再搭配宋慧乔同款 Ultra 的运动鞋，我也刚刚跟大家分享过哦。这样呢，长款衬衫1秒就变风衣了，早春就可以这样穿。对了，这件内搭背心呢是我新买的 Massimo Tutti， 超推荐的，100%全棉，镂空菱形格纹，让白背心呢变得不无聊，大领口。显瘦透气，米白色不会显得很僵硬，60美金非常划算的，买来呢搭配衣服正好。今年更流行的一种穿法呢，就是裙子叠穿裤子，我也来试试看。内搭呢是这一条我新买的 Massimo Tutti 的条纹衬衫。这个条纹的配色呢，和这一件衬衫裙简直就是绝配哦，太好的 CP 了。翻出内搭衬衫的袖子和领口，打造层次感，也增加清爽度。搭配同色系的 COS 宽裤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这件衣服的面料也是相当不错的，100%全棉，摸上去呢手感就很好。除了我这个金棕色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橄榄绿也蛮值得买的。第二件呢是我在之前那个选款里面没有看上的一件，就是我身上这一件网眼背心啊，没想到上身那么的好看。夏天呢，其实上衣还蛮难买的，要不就是那种紧身背心，要不呢就是吊带什么的，其实都不是很好穿啊。那我在店里面一看到这件，我就知道版型应该相当好，上身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它呢虽然说是网眼的，其实没有那么透，里面呢只要穿肤色的运动背心就可以了。我比较喜欢这个金棕色，虽然呢它不是夏天会选用的那种经典马卡龙色系哦，但是相对来说呢更有气场，适合有阅历的姐姐穿，比如说我。而且呢这个颜色也蛮容易搭配的，76%的棉含量，面料也不错，领口不高不低，不会呢显得太局促。那我搭配的呢还是这一条 Uniqlo 的神裤，这一次呢是藏蓝色的，金棕色配藏蓝色，这一组配色呢很复古耐看又很有韵味，再搭配同色系的包包和鞋子就很好看了。别忘了加一根银色项链哦，可以打破沉闷。这一身呢看上去很简单哦，但是呢穿上其实很有气场，蛮大气的，是一套很别致的春夏季穿搭。
这件呢其实是有一点点挖肩的，但没有那么的夸张，所以你穿那种正常的文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我喜欢衣服大一点嘛，所以我买大了1号。那大家有可能觉得这里会有点松，如果你介意的话呢，你就买合身的尺寸，就不会有像我这样的问题。因为我不介意这些，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。第3条也是我在选款影片里面没有看上的，就是这条长裙。但是呢，到店里面看了下实物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值得买。整体呢，版型和面料的垂感都蛮不错的，裙摆飘逸，很好看。两边的开叉呢不是特别明显，走起路来呢根本看不出来。但是呢，又会让裙子穿上不会那么的热。腰部是松紧带的，方便穿脱。在腰部这里有2根带子。我本来呢在选款影片里说看图片像海带哦，其实上身呢看不太出的。如果不是很喜欢的话呢，可以把它藏到腰部里面去。整体就是一条蛮实用又很显瘦的伞裙，蛮日系风格的。这条裙子呢，我穿 M 号是正好的。这样一身呢可能有一点点单调，那就加一件 C 系列同色系的马甲吧，层次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别忘了加一条同色系的小丝巾，增加女性的柔美气质，和马甲的运动风互相中和。至于这件马甲呢，我会在下一个部分说的。这条裙子呢，其实它一共有3个颜色，但是这个橘红色呢，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勇气挑战，不太适合我这样的黄皮。而绿色裙子因为我已经有了，所以我最后选的是这个金棕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，接着就是这一件马甲了。而且我不仅买了马甲啊，我还买了同款的短裤，因为我穿衣服喜欢穿一套嘛，所以我就把一套都收了。大家来看一下，马甲呢是小廓形设计，轻松随性，内里是网眼的，很透气。整体呢有一点点偏运动风。短裤是松紧带的，上身呢完全不会显胖。这一套搭配起来还不错哦。对了，内搭呢就是前面出现过的这一件 Massimo Dutti 的百倍性了，是不是真的很百搭？这一套整体呢，我觉得还蛮运动风的，不过呢被我一个朋友说穿得很像去登山，大家觉得呢？相比之下，我是觉得马甲呢是比较实用的一个春季单品。下摆两侧是抽绳，可以抽紧的，这样呢就可以打造腰线，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件简型上衣了。下面呢可以搭配这条 Massimo Dutti 的麂皮裙子，马甲的运动风和裙子的高级老前风互相平衡，时髦有趣。这件马甲呢，一共有4个颜色，黑色我是不考虑的，橘红色呢，我前面说过了，对肤色要求太高了。其实还有个蓝绿色，我觉得应该会蛮显白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蓝绿色我自己想象了一下，我衣橱里面好像所有的衣服跟这个蓝绿色都不太搭，除了白色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利用率会很低，所以最后呢，我还是选了这个金棕色。马甲我穿 L， 裤子呢我穿 M， 都是正好的。再接着一套呢，就是我在选款里面赞不绝口的这一套条纹的套装了。我跟大家讲，我在店里面买它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店是11点开门，我是11点大概40分到的，到了那里就发现这件上衣已经完全断码了，而这条裙子根本就没货了，然后我紧张死了。后来问了店员小姐姐，他们再去找了一大圈仓库里面，最后才翻出来2件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套装到底是有多么的火。因为今年特别流行条纹嘛，那这套衣服就是深蓝色底色上呢是细细的白条纹。其实呢，这样的配色本身是比较有行政感的，穿上呢容易显得老气沉闷。但是呢，因为它在设计里面融入了运动感，所以平衡的蛮好的，上身不会像业务员。而这种 elevated 的运动休闲风呢，也是本季流行趋势之一。可以说这次 Uniqlo C 系列是完美踩在了流行点上。上衣采用了袋鼠口袋，能够增加设计感。
下摆两侧呢和马甲一样，也是有抽绳的，抽紧一点就能够形成好看的弧线，轻松打造腰线，在运动风里面加入了一定的女人味。裙子呢则是直筒裙的造型，自带腰带，有层次感，前面有开叉，走起路来呢腿部若隐若现，视觉效果呢也能够显腿长。裙子呢还有2个口袋，很方便。这一套都是100%全棉的，面料也不错。上衣的领口这里要着重说一下，蛮特别的。它呢后面是一个帽子，但是呢其实你看像我这样绕进去的，就可以变成一个环领。而环形领口呢从去年底开始就蛮流行的，所以这个设计呢还是蛮百变，有女人味的。相对来说呢，我会更加喜欢这条裙子，因为我感觉更实穿一点。比如说我搭配 Sazan 的这一件条纹衫，上下都是条纹，但是不一样的，碰撞在一起就很有趣了。再搭配之前分享过的 COS 的白色平底鞋，这样穿去上班也完全 OK 的，轻松又优雅，而且显得比例很好，有一种毫不费劲的时髦感。最后要说一下这一套衣服的尺寸呢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这件上衣呢我在店里面试过 M 号我能穿，但是感觉有一点点吊把紧，就我们上海人说就是有点吊着，没那么舒服。换成 L 号之后呢就很舒服了。而这条裙子呢4号我也试了一下，4号呢正好的，但是坐下来的时候呢胯部觉得比较紧我觉得我整个口袋都炸开来了，所以最后呢我选的是6号，是正好的。最后一套来了，是我最不喜欢的一套，所以这一套呢我等一下准备去退掉，但是我买了，所以给大家开箱。它呢就是这一套他们主推的西装套装。这个套装呢是有3个颜色，黑色、浅灰和中灰色。黑色我不想买，然后那个浅灰呢我看了一下实物，觉得看上去有一点点廉价，所以我最后选的是这一个中灰色。这一套的面料呢都是 Air Sense 的，是机能面料，夏天穿蛮好的，轻薄透气，还能够防紫外线。西装是小廓形的，双排纽，我穿 L 是正好的。裤子呢则是经典阔腿裤，腰部这里有隐藏的松紧带，对身材要求不高，我穿 M 正好，裤长呢也足够，这一点我非常喜欢。但是整体上身呢，哎呀，就是挺平平无奇的吧，我觉得可买可不买。最后还有2件事第一呢是那双交叉带凉鞋，我在选款影片里面的赞不绝口，说肯定会买，而且是所有颜色都要买，但是看了下实物呢，塑料感很强，我觉得就不要买。还有呢就是一条9分的弯刀裤，因为我在店里面折腾那个蓝白套装折腾了好久嘛，我完全把这件事情忘记了，然后人有很多，我也没有找到这条弯刀裤，所以我之后呢还会到店里面去补一下货，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我的码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件呢？欢迎留言分享吧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哦。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呢，也记得动动手指关注小珍杰西卡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千万不要忘了，我已经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